最近呢 ，DMIT 又火起来了啊！最近这2天吧，他们开设了一个新的活动，39刀的小机1年。大部分的 MJJ 觉得会有些贵，但是看上去这个品质应该还可以，所以这回呢，我不再错过，凑个热闹吧。这个活动大概有2个月吧，活动力度呢也是比较大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简单的配置，这个是基础款，这一款呢是没有优惠的。CPU 是1核心，内存是1G 的10G 的 SSD 硬盘，800G 的流量，应该是双向的，那可能出站只有400G，1G 带宽，一个 IPv4，一个 IPv6 的 IP。39.9刀1年是没有折扣码的啊，这个是购买链接。下面呢还有2款比较高配一点啊，高配一点的话是有这个折扣码的，这个官方的链接里头都能看得到。当然呢，这个价格可能会更贵。提供的测试 IP 啊，大家 IPv6、IPv4 都可以去试一下。然后是15天可更换1次 IP。可以享受优惠的退款，全额退款的话3天内啊，如果觉得不满意，你可以直接申请退款。如果超过3天的话，在5月1号以前退款的话是按比例退款。小节的话就是去程 CN2， 回来呢是 CMIN2。以前记得是 CMI， 那 CMI 和 CMIN2 有什么区别？这个有小伙伴知道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。之前呢有36刀的那个我错过了，对不对？今天的话我来试一下这40刀的基础款啊，感受一下品质如何。我们点击进入，我们往下滑，这边是选择系统，我这边选择大变12，其他的都保持默认。我们可以着重看一下价格，39.9刀。这个地方呢是输入优惠代码，由于我们是最基础款的，是没有优惠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输入了。我们点击下一步。测一个新的账号我这块应该是有账号的。我们这边选择备保支付，它这边支持信用卡备保，还有支付宝银行手工转账。好，给我们了一个单号，我们可以打印，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。目前的状态是未支付，它这边呢需要你完善一下信息，那我们点击进去。好，当你完善好信息以后呢，你这边就有一个 PayPal 的按钮，那我们点击一下。这个地方用你自己的 PayPal 账户，点击下一步，用余额来支付。如果你有其他的支付方式，你可以选择。39刀已支付的状态，再次登录 DMIT 已入账。然后呢，我们回到这个小房子，这边的话就有我的机器。我们可以看到到期的时间，25年的4月13号，每个月的流量，每月的流量的一个统计。这边呢是 CPU、内存、硬盘的情况。重新安装一下，我们选择大变12。有些小伙伴说它会随机分配这个 CPU 型号我们看一下我这一次的 CPU 型号是什么样的。这边呢有一个重装的动画，他说会花费2到10分钟。它这个监控还是挺好看的，跟水波纹一样的。我们ping一下这个 IP， 目前看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延迟从美西过来，延迟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我们这边重新生成 SSH 公钥，把这个下载下来。我们先用公钥的方式先登录。好，我们下一步，我们点击同意，公钥私钥全导入到 VPS 里面。这个密钥的方式我们刚才下载的，把这个解压 TPK 我们用这个试一下，我们就登进来了。它这边呢是自己深度定制的，非常屌。我们这样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脚本来把它滴一个新的系统，进入 Lion 的博客选择一键脚本。好，我们选择13，选择8 Y 回车。我们先装一下，装一个22.04回车。我们装一个乌班图的系统，因为它用公钥的原因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安全性，它怕我们使用过程当中会被黑客暴力破解。其实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，我们就装一个全新的乌班图系统来跟大家跑一下测试数据。在重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回到它这个后台看一下它这个控制台这边是 VNC，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后台安装的过程。
ANC 的后台管理呢，是每一个 VPS 厂商都标配的啊。你重装的时候不清楚装到什么程度，就来到这个控制台关注一下。重装系统结束以后呢，我们就不使用给我们提供的公钥文件了，我们就可以使用 root 密码来登录了。好，出现这个 login 就表明我们的重装就已经结束了。我们回到 SSH。我们这边呢，把这个密码拷出来，这个是初始的默认密码。好，我们全新的乌班图 22.04 系统就已经重装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依然运行 Lion 的脚本啊，我们选择1。回头呢，我会把这些数据放在我的博客里。它这个 CPU 是 AMD 的 7443P 啊，性能上应该还不错。物理内存1G， 虚拟内存没有设立，硬盘比较小10G， 看到了吗？这是上游运营商啊，他自己。好，这是机器的大致情况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现在选择8。我一般喜欢这样测试，先选择7啊。我们来测试一下硬盘和 CPU 的性能。CPU 是没测出来，原因是我们没有加虚拟内存。如果不加虚拟内存，它可能测不出来。我们这边选择12啊，我们选择 Y1024。好，我们回车，我们再12进来看一下。OK， 已经有虚拟内存了，再让它测试一下。我们把虚拟内存加上以后，这个测试数据就出来了。这个 CPU 相当可以啊，1300是我见过目前来看数一数二的 CPU 了。它应该是 AMD 第3代的 CPU， 而且后头带个 P， 应该是 Pro 的意思吧。这个 CPU 很好，这么看它的硬盘其实还不错，能达到800多。不能算是很拉。我们刚好可以看一下全球节点的速度测试。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可以跑满带宽了啊。洛杉矶这边呢，基本上都是跑满的。其实我们关注的指标就是出站啊，就是上传的这个指标。在我们看来呢，这个指标呢就是回程的意思，是看这个厂商超售不超速的重要指标。如果这时候很多人在测速的话，那这个地方呢就波动往往是最大的。洛杉矶本土的话，带宽是能够跑满1G 的。香港的上行下行都好低啊，延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新加坡的话100兆，当然这个不是很准啊，有波动的，还是要实地去测试。还是我上回说的那句话，这种东西仅供参考。好，这个是全球节点的情况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5吧，让它来测一下线路。这个回程是163啊，不行啊，联通169。很普通的线路，移动 CMI 看一下南方地区吧，是不是给我随机的有问题啊？感觉当大冤种了。CPU 还不错，但是网络线路好像不怎么样，不是什么好线路啊。好吧，从线路上看比较一般。我们测一下速吧，我们选择1，看一下3网的测速。安徽合肥 5G 电信100多兆，延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这个线路感觉都是普通线路。电信的长沙这边延迟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，其实可以作为工作机来使用。当然这么贵的工作机有点奢侈。江苏南京电信，它好像节点的数量也比较有限。我们这边看一下移动，它有没有节点能测到？没有，好尴尬。我们看一下回程，选择4。北京电信是圣何塞、洛杉矶、上海、北京，延迟在150。上海电信是圣何塞、洛杉矶直达上海，延迟是130。绕路是肯定没有绕的，它是走的移动的回程。深圳电信这边是圣何塞、洛杉矶，也是移动的回程，到广州切网到深圳。联通的话，看样子全都是移动回程，切网到联通。那这台机器对移动比较友好呗，都是到上海移动，在这边切网啊。再看移动自己也是从上海 CMI 的 N2 的这条线呢，好像只有在上海有，最迟的也不会有切网的损耗。深圳的话也是，深圳为什么会到北京再到广州？教育网这边我们看一下，它是到香港然后走北京教育网、陕西、四川这样的下来的。整体看回程确实是移动，但可能那个监测工具没有监测的这么到位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解锁状态，选择2，选择9吧。解锁大概是这样，奈飞不解锁，自制句。
Spotify 好像是解锁的 ，IPv6 的解锁能力就比较差了。GPT 是全部解锁。我们看一下 TikTok， 我们选择3，TikTok 也是解锁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回到博客这边的话，总结一下。回程的话，确实是移动这边回来的。我们的监测工具呢没有监测到。值得注意的是 CPU 很强啊，硬盘也不差。整体上来讲，这台机器的性能还不错，网络延迟也还 OK。我试一下它的本地速度，它确实是在圣何塞啊，它是从圣何塞这边过来的，一般般吧，估计超售了。晚上还不知道咋样。我这边是中国移动啊，网速一般般。好，这就今天对于我们新上线的 DMIT 这家39刀的小机测试的一个情况啊，也给大家做个参考，感觉没有之前那个26刀的香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